为什么把磁铁掰成两半会同时出现南北极啊？那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一块磁铁它有南极和北极，当你把它掰成两半以后，你期望会得到一个分开的南极和一个分开的北极啊，但结果是你竟然得到了两块同时拥有南极和北极的磁铁。那这件事奇怪的就像是你把一个膜掰成了两半，然后这两半膜又变成了两个完整的膜，对吧？只不过是小了一点，是不是很奇怪啊？那这个现象其实就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破缺啊！你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美叫对称之美，这种美在物理学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万有引力中，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吧？而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那描述两个带电粒子之间的力的公式与万有引力的公式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库伦定律。唯一不同的是，电荷比质量，也就是比质荷多了一个符号，叫负电荷。因此静电力可以吸引，也可以排斥，所以静电力和万有引力之间就体现出了一种对称性啊。那另外，静电力还与另外一种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知道这是啥？磁场力，对吧？它俩也有某种对称性。你看，在静电力中有正电荷和负电荷，那在磁场力中有南极和北极，它们都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但是磁场力和静电力在某些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在静电力中，我们可以把正电荷和负电荷给它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偶极子。当然，也可以把正电荷和负电荷给它分开，让它俩单独的存在，构成一个单极子。但是的话，在磁场中，南磁荷和北磁荷现在组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同时拥有南极和北极的磁铁啊。但是我们无法把南磁荷和北磁荷给它分开，让它俩单独的存在。那换句话说，就是你把磁铁现在掰成两半。你不会得到一个单独的北极和一个单独的南极，而是会得到两个同时拥有南北极的磁铁。所以说，在磁学中只有磁偶极子，没有磁南极子。但是在人家电学中，不仅有电偶极子，还有电南极子。所以这就出现了对称性的破缺。但是按照我们对物理之美的一种追求，我们总是会认为宇宙中一定存在磁南极子。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是觉得，你看这啥都是成双成对的啊！你看。这宇宙中有电荷就有电场，有质荷就有引力场，现在有磁场，它就应该有磁荷啊，也就有磁南极子，对吧？那问题是，宇宙中有没有磁南极子？那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啊，好像真的没有。那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发现磁南极子的踪迹，它总是以偶极子的形式存在的。那如果宇宙中存在磁南极子会怎么样？首先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形式会被改写啊，它看起来会更加的对称。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微分形式和积分形式。那你不用看懂这些方程也能够看出来，电场和磁场的形式看起来不对称。原因就是在电场中有电荷和电流的存在，但在磁场中根本就不存在磁荷和磁流啊，所以在磁场中就没有电场中的这个 ρ、q、g 和 i， 这些项都是零。那如果磁南极子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这个微分形式写成下面这个样子。那除了一些基本的常数以外，新方程看起来就非常的对称。那其次就是只要有磁荷的存在，那么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改变电场，让磁荷运动起来，产生磁流啊。好，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有没有找过磁南极子？有。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狄拉克也曾经对这个磁南极子做过研究啊，他就认为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存在的话，肯定会留下一些这个蛛丝马迹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现磁南极子的存在，而且当时也很难通过实验的手段去证明它的存在，所以关于磁南极子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啊。但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的时候才发生了改变，因为当时随着标准模型的建立，两种自然力的统一啊，人们正在提出一种更大的统一理论，想把3种甚至4种基本作用力给它统一起来，用一个理论甚至用一个方程去描述。所以说，当时人们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宇宙的对称性已经被严重的破坏了，导致了我们的宇宙目前有4种这个独立的基本力。但是的话，在早期的宇宙啊，也就在高能状态下，4种基本作用力会被统一成一种力。所以说，人们就相信早期的宇宙有着更高的对称性啊，而且在标准模型之外，还有新的高能粒子没有这个被我们发现啊，这些都预示着磁南极子可能真的存在。所以物理学家一直对寻找磁南极子是充满了热情啊，这是人类对自然之美的一种追求。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实验就是卡布雷拉所领导的一次这个实验啊，就是说
他用长金属丝绕了8个环路线圈，然后通过这个测量金属丝的这个磁通量来检测这个磁单极子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如果一个磁单极子现在通过了线圈的话，我们就会得到正好8个磁单极子的信号，也就是8个线圈的信号。但如果是一个标准的磁偶极子穿过线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先会得到一个正8信号，然后紧接着会得到一个负8信号，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单极子和一个偶极子给它区分开来。那这个装置在最初运行的时候，偶尔会在其中的一个回路上检测到信号，有时是2个回路但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可我们需要的是在8个回路上的信号才能够证明磁单极子的存在。但是该仪器从未检测到3个甚至3个以上的这个信号，所以说实验进行了几个月并没有成功。但是在1982年的2月14号奇迹就出现了。卡波雷拉就惊奇地发现，在电脑上准确地记录了8个磁单极子的信号，所以这一发现在科学界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其他的物理学家就赶紧建造了更大的实验设备线圈的面积和环路增加了好几倍，但是另外一个磁单极子从未被我们检测到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也许是卡波雷拉的实验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故障，也许是宇宙中唯一一个磁单极子恰好通过了它的探测器。由于卡波雷拉的实验无法被其他的科学家复制，科学需要的正是用不同的实验来重复性的验证一个结果因此卡波雷拉的实验被宣布无效，我们并没有发现磁单极子。那到了今天依旧没有发现磁单极子的踪迹。好，那总结一下对称性是我们人类一直以来的追求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们的宇宙可能就是这样的，就跟那个断臂的维纳斯是一样的，对称和破缺共存。所以说，与其让我们的天性引导我们误入歧途，还不如坦然的接受宇宙本来的样子。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